李长寿负手漫步，走到单房门前，注视了一阵有清玄雅离开的背影。哼，这不挺聪明的吗？都不用我忽悠，大道誓言已经自己立下了。掌门一脉果然是厉害。不过师妹，能否回来一下，咱们商量一下一点点关于大道誓言的小细节。有清玄雅离开时已是清晨日出，继亲师妹灵娥、非亲师伯九乌、二教主敖乙后，李长寿又一次拿出了同款模板的大道誓言。这一次大道誓言的建立，全程由天道公证处公证，双方本着友好、互助、互惠互利等原则，在愉悦的心情之中立下了这一份保密约定。就是有秦玄雅驾云离开时，神情有点恍恍惚惚，驾云有点飘忽不定，真仙境啊！李长寿矗立在晨光中，心底道一句与卿共勉，就驾云去了湖边。李长寿此刻心底其实有些无语，自己一直担心的细节，比如他无法去解释自己修为是如何来的，说隔三差五来一次顿悟，别人肯定是不信。没想到根本不用自己花费心思去解释，因为没有人关心这些。有秦玄雅这个妹子呀，外冷内热，从小便是俗世某国的公主，入门之后也是被众星拱月。前面几十年，她的身边还有一个不得好死的元清。在这种成长环境下，能够保持一颗正直之心已经是十分难得，不通人情世故其实也是情理之中。李长寿回味着自己心底的那一份触动，那是有秦玄雅对他行礼，说那一句待全体弟子时，他心底所留下的少许感触。摇头一笑，将这份波痕抹平。李长寿不需要别人的感动，也不需要别人对他的赞扬，他只喜欢不被别人关注。掌门那儿还有些不稳，自己必须在半个月之后再去掌门那边探探口风，顺便与掌门好好的谈一谈，想一个办法让掌门今后为自己打打掩护。自己这一次不小心暴露了修为底牌给掌门与有秦师妹，虽然增加了隐患，却并非完全是祸事。一件事的好与坏本就是相对而论，若是能够成功攻略掌门无忧道人，倒也能让自己今后在门内的修行环境变得更稳定一些。最好是掌门暗中下令，让人别来小琼峰打扰，再多给他一些宝财，搞个几十年百倍月供什么的。这个倒是有些想多了。李长寿驾云飞过湖边，并未有人跑过来迎接。灵娥和新晋小琼峰护山保安小队长熊灵力正在灵兽圈那边忙碌呢。此前李长寿交给了灵娥一个任务，让灵娥托他们师兄妹相熟的百凡殿长老，将他们师兄妹接下来2年的月供以及熊灵力未来10年的月供换成灵兽幼崽。让各位外务长老感到有些奇怪的是灵娥提的要求，灵兽幼崽的选择上不追求高品阶、高灵智、高珍惜度，反而要一些味道不错、肉质鲜美且容易繁殖培育、生长周期较短的灵兽。很快就有长老明白了为什么，觉得这是他们小琼峰继灵鱼之后又开始搞新品种了。嘿，这花样当真是不少啊！于是这些外务长老对此事也是十分的上心，各自按照他们的喜好口味弄来了不少的灵兽幼崽。外务长老们甚至还自掏腰包补贴了一下小琼峰的肉食类灵兽养殖计划。这几日熊灵力被这些长老们的热情感动到是热泪盈眶，眼泪不争气的就从嘴里流了下来。这些自然都是小事，李长寿将此事安排给灵娥处理，也算是考验一下灵娥的做事能力。到目前为止，灵娥做的还算是不错。至于做事的奖励，
不被罚已经是最佳的嘉奖了。林娥的性子李长寿当真是太了解了，夸他几句就能够飞天遁地。林娥18岁之后，李长寿但凡是夸他几句，类似于故意喝醉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虽然说到底还是叶公好龙。金仙节，金仙节。李长寿漫步走向自己师父的草屋，心底的思索转向了与自身有关的大事。尽管自斩了一次道境，如今差了天仙境圆满只有1线了，自己现在完全是不敢随便打坐修行。渡金仙节的各类宝物要尽快的做好准备了。自斩道境之法虽然还可以继续用，但是自己这一次已经是将道基嘈杂不稳之处几乎尽数斩掉了，稍后就算是再斩道境，效果也不会太明显，顶多就是再落下一些小境界。原仙真仙境，李长寿是直接通过渡劫后的感悟飞升迈过去的。修道呢，就好比在海滩上做一只沙雕，自己的道基还有许多的空泡。金仙劫又称立道劫，金仙之前都是不断完善自身大道的过程，从精炼化气开始，一直到天仙境，元神肉身趋于圆满，就可以与自身之道相融，结长生道果。世界上没有2片完全一样的花瓣，也没有2条完全相同的大道。太清圣人老爷与玄都大法师这一对大老师徒其实就是最好的例子。2个人，一个宅一个懒，虽然看似相同，实际上是天差地别。而李长寿修的道更是别具一格，在太清无为道的基础之上，又注入了满满的稳字。生灵长生与否，取决于自身之道能否寄身于天地之间，能否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可否经受住金仙劫的检验。是骡子是马，到时候都要给天道老爷过目。因为洪荒元气充沛，道门功法流传甚广，人族气运昌隆，人族炼气士很多都能抵达成仙界。但成仙之后，一步一天堑，能在自身寿元大限之前走到天仙境圆满的炼气士本就不多，能度过天仙大劫者更是寥寥。洪荒高手多，是因为从远古无数岁月的尺度之下慢慢累积。若是单单截取近万年，在如此庞大的生灵基础之下，修成金仙者依然是十分稀少。李长寿在古籍上看到过一个说法，说是金仙的数量达到某个程度，大道就会降下无边量劫，以维持天地平稳。类似的说法在洪荒还有很多，也无法具体考究。李长寿总结了一下自己现如今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一，修为提升太快，缓冲余地已经不多；其二，自身对金仙劫太过陌生；其三，对金仙劫的准备远不够充分。且因上一个问题的限制，李长寿并不知道具体的努力方向。最好是能有一个目标去参照一下。门内谁有希望渡金仙劫？李长寿的心底立刻蹦出了2道身影，拄着铜皮拐杖的冷面毒王万林云长老，以及双鬓两缕风骚银白发，自称忘情却与自家穷凶极恶的小师祖有一段故事的忘情上人。前者虽然距离金仙劫还差了一截道境，却是渡仙门内自己最为敬重的长老，对自己也是无比关照。于情于理，李长寿若是能有办法让这位长老有机会长生不老，自然是要帮一把的。虽然李长寿也必须承认，他存了一些这方面的心思，想着让万凌云长老突破境界之后，试试能不能搞出独伤金仙的道毒，那样呢，自己的底牌库又能丰满一些。
哪怕是遇到金仙围攻，也能微笑着对他们喊一句：别逼我拔剑。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抵达金仙界，万凌云长老卡着平静着实是太久了一些，机缘难求矣。心底刚感慨完，师父的草屋近在眼前。李长寿收敛心情，先探望师父，再回去继续琢磨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草屋静悄悄的，昨天夜里搞出了那么大的动静，自家师父还能够安稳修行，这一份心性倒也是当真难得。隔着师父草屋外围的这些形同虚设的阵法，李长寿看了几眼师父修行时的姿势，索性回了丹房，就盼着师祖什么时候能将晚江与师伯的转世身寻到，给师父一点盼头吧。师父这都快成睡神了。其实也不难理解，人若是没了奔头，就很容易失了精气神。李长寿对此只能够引以为戒，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以示鞭策。先问他个大罗再说。教主他到底喜欢什么？东海龙宫那各处都宛若七彩水晶雕琢而成的新房中，敖乙正坐在水池旁，轻轻地揉着自己的额头。水池中，一条美丽的鲛人在轻轻游动着，那精致可爱的脸蛋上满是甜甜的笑意，时不时地游到水池边，给敖乙送来一些鲜果与佳酿。敖乙化形之后，维持在了少年身形，莫名其妙的就不长个儿了。这位鲛人族的公主心思也是颇为细腻，将自己化形之后的人身模样恢复到少女身形。在鲛人族那些浪漫故事的传说中，流传着一条浪漫定律：道侣之间，谁显得老谁吃亏，会不由自主的去照顾显得小的那个。玩笑。对于和敖乙之间的关系，鲛人族公主其实很明白。虽然二太子殿下十分的温柔，且一直很尊重自己，但自己一族毕竟只是龙族的附庸，他必须收敛自己偶尔的任性，今后安心相夫教子，支持自己未来的夫君。看敖乙在那儿愁眉不解，这位鲛人小公主游了过去，些许水声响动，她的鱼尾化作玉足，额头光芒闪烁，一袭浅色短裙落下，在敖乙的身侧为她轻轻揉着额头。鲛人善歌，这位小公主开口说话时，嗓音轻转低吟，十分悦耳。乙哥，你不用担心，四海的乱局肯定能平复下去的。敖乙也是有些措手不及，但他毕竟是跟着教主大人混的，立刻顺势接道：不错，我在这里担心也无用。龙颜越发的厚重了。对了，思思，按照鲛人族的风俗，如果是给自己十分重视且在乎的人送礼，会送一些什么礼物啊？鲛人公主的脸蛋泛着少许的红晕，低声道：我的鲛珠也送与你啦，呆龙。敖乙顿时知道他误会了，笑道：是你我之外我最为重视之人，我想送他一样或者几样礼物。鲛人公主顿时用力揉了敖乙的额头2下，嗔道：你莫不是在我这里学了这些，去讨好其他女子呢？怎么会？敖乙苦笑：是我一位兄长，他是人族出身，就是我之前对你提起过许多次的那位。长寿兄长吗？鲛人公主旋即轻轻一叹，虽然还未见到过这位兄长，但这位兄长还真是无处不在，一直出现在他们婚前的蜜月期。敖乙叹道：帮我想想主意吧，再过几日咱们就出发过去了。那我帮你准备一份礼物，若你觉得称心，便送与这位兄长，如何？敖乙眼前一亮，自然是连连点头。然而这位小公主却是掩口轻笑：
为了自家如此可爱温柔的夫君今后不会走上一条不归路，他这一次也要给这位兄长送上一份厚礼，帮他促成一段姻缘才行。西牛贺州灵山附近某个隐蔽洞府，一缕闻声响起，随后便见一道道血光迅速凝聚，凝成了身着红色长裙的倩影。空荡荡的洞府并无一人，洞府之外的数重大阵瞬间凝结，隔绝外部探查。文静道人走了几步，突然冷哼一声，不远处的一块大石无声地化作粉末。用力吸了一口气，文静道人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他半日前被某个西方的副教主喊去商议接下来对龙族的谋算，却是被几个人轮番指责，将此前几次行动并未取得成效的锅都甩到了他的身上。明明是自己不中用，简直废物！文静道人咬牙骂了句，但是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嘴角露出了几分冷笑。哼，这群家伙竟然还动了离间人教与龙族的打算，疯了吗？去招惹那个海神教教主。哦，差点忘了，这些家伙都不知道这位海神的底细。哼，有趣儿，有趣儿的很，倒是有场好戏看了。文静道人轻笑了一声，一想到那几个副教主吃瘪后的猪肝脸色，心情顿时舒畅了大半。但是随之，文静道人却又不得不考虑。虽说本王不必多管这些，那个海神定能摆平这些麻烦，但如今本王也暗中投靠人教与天庭，若是不做些什么，倒是不好交代。于是文静道人略作思索，身形侧躺在床榻上，缓缓闭眼，暗中却开始控制藏在一些深山野林中的傀儡。